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被追捧到被臭骂，30岁的程毅，他终究还是活成了雨丝凤。自从看完琉璃美人煞的收官云歌会之后，心情一直就很低沉。低沉的原因同大家一样，男女主角在现场全程几乎是零互动、零交流，他们的状态同在片场时的相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。大多粉丝们之所以会看云歌会，多半是为了能够在戏外看到男女主之间更好的互动，能够趁着这部剧收官之时，在现实生活找一点糖吃。结果到头来，不管是线上的粉丝还是到场的粉丝们，却都扑了一场空。一场直播之后，让男主程毅的微博粉丝直接掉了整整6万。更为可怕的是，男主程毅被贴上了情商低、冷漠无情、翻脸不认人以及不大度等等非常不好的标签。总之，一场直播让男主程毅的粉丝滤镜直接被打碎，成为了全网被臭骂的对象。01，就我个人而言，虽不是他们两人的 CP 粉，单纯的只是一个看剧粉，可就算是如此，就算知道演员与角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个体，但还是会期待云歌会上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互动，能够让整部剧完美的在这个夏天说一声再见。可惜，在发布会上，他们却没有体面的向大家说一声再见。全场的气氛不但没有如期所想，反而弄得十分尴尬。当晚看了一段直播，真的有一种莫名的伤心感和错付感。或许是入戏太深，又或许是期望实在太多了，所以当期望被亲手掐灭的时候，真的宛如失恋了一般，简直是十分痛苦的。这2天看了很多关于男女主的评论，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。在看完很多的评论解析之后，再次回过头去看当时他们的直播的状态，其实对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心疼。尤其是对于男主雨丝凤，对他不再是一种生气的态度，相反，莫名让我想到了琉璃美人煞中的雨丝凤，似乎在不经意间，他或许就已经活成了所谓的雨丝凤。02，程毅活成了雨丝凤。此话怎讲呢？在解释这句话之前，我想要阐明的一点，莫过于是程毅与雨丝凤之间，是角色与演员之间的关系。当剧本结束的那一刻，他们的关系也的确就此断了。所以不能够说雨丝凤就是程毅，而程毅就是雨丝凤。当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，程毅是演员，塑造角色，按照剧本去演，是他的工作。就好比程毅与袁冰妍所饰演的楚玄机之间的感情线，我们可以说楚玄机的雨丝凤，但不能够说袁冰妍的程毅。毕竟作为演员的他们是独立的个体，他们的感情生活不能够被我们捆绑。不论是作为粉丝还是旁观者，都没有权利参与他们的生活，尤其是感情。所以对于以上，我说程毅终究活成了雨丝凤，只是想借此说明他与雨丝凤这个人物角色之间的相似点。在雨丝凤与程毅的身上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性格特点，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隐忍，选择了一个人去承受一切。03，在琉璃美人煞的收官云歌会中，程毅在全场的表现着实是不够好的，全程都心不在焉，而且明眼的人真的能看出来，他其实是有心事的。看过了很多人的解析视频，也看过了很多在冷静之后的思考与评论，看到他们对程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，莫过于真的很心疼他。在没有看到一些直播细节之前，我们所看到的程毅是冷漠的，是在女主做游戏而来小岔的，是女主哭得泣不成声时仍然无动于衷的。可是拿出粉丝滤镜的放大镜，仔细看一看其中的小细节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其实他在哭的时候，
他也有眼红。当他们都在笑的时候，他却仍旧愁眉苦脸。俗话说得好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所以现场的他真的除了隐忍，也只能够故作坚强了，不是吗？再者，他只是公司的一个打工仔而已。当公司下发指令的时候，他除了接受，还能够有什么办法呢？就算有再多的不情愿，也不能够说一个不字。除了接受和妥协，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了。对于公司而言，他是重要的收入来源，更是当下被力捧的对象。他的一言一行，不仅仅是代表他的个人形象，更是代表了整个公司，所以他哪里敢做最真实的那个自己呢？他在伪装，他在努力的表演，努力的让人看不到他的难过。可惜这不是演戏，是没有剧本的。所以在当晚，他表情管理失败了，他将所有的不开心都写在了脸上。看到程毅的这般模样，让我不禁想到了他所塑造的雨丝凤一角。04看过剧的人都知道，雨丝凤为了楚玄机，真的默默做了好多的事情。他明明那么爱他，明明是在保护他，可却被他误会，以至于他连开口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因为雨丝凤爱楚玄机，所以当他知道了楚玄机是魔煞星的那一刻，为了能够保护他，他自己便认领了魔煞星的身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一直都在保护楚玄机，哪怕是被他误会，他也仍旧选择了隐忍，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一切都还不是时候，所以他不能够告诉他事实。他清楚的知道，想要更好的保护他，必须解决掉最大的麻烦，他才能够得以平安。所以他一直忍，直到他们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，以至于他都动手伤害了他，他还是在最后关头会站出来保护他。雨丝凤这个少年，他的隐忍着实让人心疼。不过好在最后的他们化解了彼此的误会，也换回了他的一颗真心。所谓的苦尽甘来，真的莫过于此了。结尾的最后，我想说，尽管在现实生活中，程毅没有认领所谓的魔煞星，也没有说要刻意保护任何人而选择隐忍。他之所以会隐忍，是出自一个演员的无奈，出自作为公众人物的身不由自。不过与程毅相比，雨丝凤是幸运的，至少他被误会了，还可以被解释。而程毅呢？他连摇头的权利都没有，又何来为自己辩解呢？倘若他现在足够强大，或许他可以无所畏惧。可惜，现在的他，事业只是刚刚生出了萌芽，他没有时间再用一个9年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了。作为一个明星，他是万丈光芒的。可是褪去这层粉丝滤镜，他其实是和我们一样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是一个为了追求生活而努力的人。只不过与我们不同的是，他身上有着太多的责任与担当，所以他才会有太多的身不由自，才会选择用隐忍去解决一切。回顾这个少年的9年，他终究是活得像雨丝凤一般，独自承受了太多原本不该承认的一切。